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次在试图替换 SPConf 的时候，发现关键之处是如何在 GPU 上做 hash 表，所以我们这次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首先来回顾一下 hash 表，它存的是很多 key value 对，可以用 key 迅速找到对应的 value。C++ 里的 unordered map 和 Python 里的 dict 底层都是 hash 表，它一定会需要有 hash 函数给一个 key 算出一个 hash 值，这个 hash 值用来查表。当然 hash 值的范围很大，表的大小有限，所以一般通过求余得到一个 hash 在表里的位置。所以即便 hash 值不同，也可能因为求余映射到同一个位置，这叫 hash 冲突。更不用说两个不同的 key 经过 hash 函数算出来相同 hash 这种情况。出现冲突了就需要解决，常见的有开放寻址、变表、多个 hash 函数等。开放寻址的时候，表的大小是一开始就确定的，遇到冲突就以一定的规则来做一个偏移。其中最简单的线性探测，遇到冲突就往后挪一位来尝试。平方探测就是往后挪1的平方、2的平方、3的平方等等。还可以把当前所在的 key 也加入 hash 的计算，得到一个新的位置，这样每一次冲突都得到一条区块链，而且是不可篡改的。说回来，链表的方式就需要动态分配空间了，每个位置是一个链表，遇到冲突就把新的 key value 加到链表里，还可以定义多个 hash 函数，一个冲突了就换一个 hash 函数再算，直到不冲突为止。hash 表是无序的，在 GPU 上其实 hash 表的构造比排序构造更简单。结合一下我们的应用场景，在可微渲染的对面点构造里， key 是2个顶点的 index 构成一条边， value 也是2个顶点的 index 构成那条边对面的2个顶点。hash 表会构造一次，搜索一次。在 submconf 里， key 是4维坐标 b、z、y、x， value 是1个 index， 表构造一次，搜索 kernel size 的立方减1次，比如 kernel size 是3，那就搜索26次。这2个其实都是静态 hash 表，构造之后就不再插入删除，只搜索。提到把坐标作为 key 了，就避不开 SIGGRAPH 2006的 Perfect Spatial Hash， 里边用了 hash 的一个特殊情况 Perfect Hash， 不会发生冲突的，所以也不用解决冲突，查找特别快。然而这并不是通过定义一个强大的 hash 函数来实现的，而是在构造表的时候就得先知道所有的数据，构造一个 offset 表，给每一个 key 预计算一个 offset， 也就是它的构造特别慢，还得用到排序什么的，适合于一次构造搜索多次的情况，并不适合我们的需求。在那个年代 GPU 还不支持 Atomic， 没别的办法。有了 Atomic 之后，能做的事情就多了很多。在第21期里，我们详细介绍过 Atomic CAS， 这里可以用它构造一个 spin lock 来锁住一个单元，只有获得这个单元访问权的线程可以写入，其他线程循环等待。这就解决了在并行情况下遇到 hash 冲突的时候如何正确写入信息的问题。来看看 A Simple GPU Hash Table 这篇 blog， 它的 key 和 value 都是32位整数，通过 Atomic CS 来试图锁住一个单元， key 同时作为 spin lock 的锁，拿到锁了才填入 value。 如果不是空的， key 还不一样，说明冲突了，用最简单的线性探测往后挪一个位置，继续尝试。到了我们的应用场景，对面点构造的 key 是2个 uint， CUDA 和 HRSL 的 SM6.6 支持64位 Atomic， 而我们只用 SM6.3， 所以只能32位的。但其实也没关系，就拿第一个 uint 去做 Atomic CS 当做 spin lock， 还是之前的规则，只是获得一个单元的访问权之后才比较整个 key。 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虽然 value 是2个 uint，但每次插入的时候只提供1个 uint 作为 value。 如果一个 key value 已经存在，就更新到 value 的第2个 uint 位置。问题来了，这其实是个并行插入啊，
不是完全的静态哈氏表，这会有什么问题呢？非常 tricky。我一开始也没想到，实验做出来才发现没那么直截了当。这里涉及到 GPU 的内存模型，需要详细说说。考虑这么一个情况，两个线程属于不同 block，CUDA 叫 block，HLSL 叫 group， 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在处理不同三角形的共享边。按说结果应该就是这样吧，但并不是。结果会有一定概率出现插入了两个单元，有同样的 key，value 的第一个数都是对面点的 index， 第二个是空。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只有一个单元，包含一个对面点，另一个丢了。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到 cache 一致性的问题。Atomic 的操作是全局一致的，一个线程写入之后，不管哪个 block 的线程读取，都能拿到刚才写入的值。默认情况下，普通的读写只是局部一致的，即便调用了 memory barrier， 也只是保证同个 block 内别的线程能读到刚才写入的值，其他 block 没有保证。具体来说，这些 spin lock 都不会出错。然而线程 A 写完一个单元，线程 B 获得 spin lock 读取这个单元的时候，得到的却可能是不全的数据，因为线程 A 看似把数据写到显存了，实际只是写入 cache。这个 cache 并不会同步给线程 B 的 cache， 所以线程 B 读到 key 和 value 可能是线程 A 写入之前的，或者写一半的。结果就有一定的概率，线程 B 会开始线性探测或者覆盖掉线程 A 的结果。等下，既然说默认，那就有不默认的设置。对，如果 RW buffer 前面加 globally coherent， 这个 buffer 就启用了全局一致性。那么读写它就不经过 cache 直接到显存，但这又引来新问题，就是不能用第一个 uint 作为 spin lock 了，得单独一个 buffer， 不然读到了飞空，到底是获得了访问权，还是别的线程正在写？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这个哈氏表不是个静态的，更复杂更像邓次的算法，可能可以解决并行插入，但真有必要那样吗？用个最简单的方法，把 value 改成就只有一个 uint， 允许 key 重复，这样就只有原来单元是空的，才表示自己获得了访问权限。换句话说，成了个 multi-map。这就完全回到了静态哈氏表的路子上，几行代码就解决问题，搜索也同样简单，找到 key 相同 value 不同的，就是要找的对面点。submconf 里道理也一样，只是更简单了。value 本来就只有一个 uint， 没有动态插入的麻烦。同样的方法实现之后 Trellis 生成 mesh 的时间从上次的66秒降到27到28秒。用 SPconf 的话只有15到18秒，所以还得优化。现在是每个邻居的位置查一次表，改成所有邻居攒起来只查一次表，这样更充分地利用 GPU 并行，处理时间降到17到18秒，已经和 SPconf 几乎一样了。SPconf 里还有个技巧，调用者可以提供一个 indexes key 的字符串，字符串相同表示稀疏布局相同，就不用再次构造哈氏表。我们也能这么做，但其实这只是在 decoder 里用了一下下，对性能提升非常不明显。顺便吐槽一下 SPconf 的拼写 ，indexes 的单数形式是 index， 不是 indice；data 的复数形式是 datum， 不是 datus。这些拼写错误不但影响了 SPconf 本身，还影响到了其他抄 SPconf 的库，所有分析 SPconf 的博客等等。经过这个替换，我们得到了性能和方便性比肩 SPconf 的稀疏卷积。对比一下两者， SPconf 和依赖包加起来大约300兆，我们只要 480K。SPconf 要部署174个文件，依赖于 CUDA， 有运行期动态编译，我们都不用。更有意思的是，如果用了 SPconf， Trellis 的初始化需要7秒，而现在只要3到4秒，简直完胜。再实现一个 COO 格式的稀疏 tensor， 就去掉了整个 SPconf 的依赖，流水线总执行时间降到63秒。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比 SPconf 多一些 memory copy， 在第3、第12的资源和 tensor 之间来回拷。当然，以后用 shader 生成器可以避免，但把所有问题都仰仗于一个东西并不是好事情。在有 shader 生成器之前，下期我们来看看如何先做一些改进。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